是跟你说了吗？有事发信息。那也就是说，石总的嫌疑解除了。所以我现在心里松快一大截了。哎，你看窗外，今天天气多好啊！真的，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天空了。从你那能看见什么呀？是香山吗？啊，你说是就睡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啊？不是对谁都这样的。哎，你们那良品铺的那事儿调查怎么样了？我可等着洗冤呢我。现在外边的人都说我一家两制，我上哪儿说理去啊？我冤死我都！你说这事儿可怕吗？他把名字那么一换，把边边角角那么一修，就能说是他的设计？亏得你们是了解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已经展开全力的调查。以后你们公司的事儿啊，我都不敢接了，就怕中间环节再出现什么差错。好了啊，别抱怨了。上海车站我们展位图弄好了吗？都在这里。怎么不回我电话呀？这是在公司，能不能别在这说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自己来找我，你又不理我，怎么着？好玩的？见到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篮球场。不光他一个人，上次他不说吗？说什么脚伤了，打不了球。后来我见着一帮人，这就还不错。Tracy 来。Tracy，哎，舒晨，你来晚了哦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樊舒晨，这是骆宗良，骆总。樊总，你好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想喝什么随意啊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大家就小聚一下。我一会儿公司有事情，我得走了。好吧，那咱们单聊。下次再见。拜拜。 GC，哎，我去就来。樊书晨，你怎么一见我就要走啊？这么久没见了，就不好好叙叙旧吗？ 我走是为了你好，我怕我搂不住火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明白。你做了什么，心里应该清楚。不过不管你想干什么，飞林和史卫松，你都得离远点儿。我不就是走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吗？你也太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吧？你还记得我是你师傅的事儿吧？太让我伤心了。罗宗良，你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。樊书晨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当年对你那么好，手把手教你，你竟然举报我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你是不会知道我在澳大利亚遭遇了什么样的绝境，才能换来如今的位置。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的。我回来就是想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靠阴谋活着的人好像一直是你吧？以前在菲林，我是叫你一声大哥，作为前辈。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配不上这个尊称了。以前你再堕落，也不至于做出剽窃创意这种行为。没想到你的位置竟来得如此轻松。菲林公关真是有眼无珠，会提拔你这种人。我到博曼只是为了证明一件事儿，你注定要失败。菲林公关注定会被我踩在脚下。
那你今晚来吧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还在改稿子，我们主编明早就要看，我待会儿搁到桌上，门我来关吧。哦，好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问题很严重啊！杨兰姐姐，你误会了。叫我主编别套近乎，人赃俱获，连作案工具都有，准备的倒是挺充分的。主编大人，您听我解释啊！我其实呢，一老看您犯鼻炎，我这心里啊，别提有多着急了。我就想啊，这过敏源是不是出现在我身上？你看，这是我们家巧克力，我身上难免沾着它的毛。我在您办公室进进出出，这毛就有可能掉地上了。您刚才看到那一幕啊，我是在剪猫毛呢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你家巧克力都快变成斯芬克斯了。对，我也正担心这个问题呢。我有空啊，得带它去宠物医院看一下。您没事，早点休息啊。嘿嘿嘿，怎么样？有效果吧？你的主意忒靠谱。就是我被打一阵着，这招不能用了，得想想别的招。不是，你就那么恨你们主编吗？谈不上恨，就是得让他糟心点儿，没时间找我麻烦。喵，妈妈。乖乖，谢谢你帮了哥哥一把哈，待会儿我就给你买好吃的。现在混社会可真难，除了讲工作能力，还要讲人情交际，就连去个生日 party 都要慎重出席，不然就是不给主人家面子。哎，你说我一个搞体育的，为什么也这么多事儿啊？来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了你自己化的妆之后多好看，你呀就是太懒了。哎呀，底子好就是没办法。来，我说嘛，就差点饰品，完美。不行不行，这么贵的东西，我要有什么闪失，我得3年睡不着觉。拿走，你傻呀，这个是仿钻啊。那个时候葛一航还没什么钱呢，以前我们一吵架他就送我一颗，我家里多的是，够你3个月都不重样的。他什么时候送你这么多？等等，你不是说分手的时候这些东西你都扔掉了吗？这戒指你藏哪儿了？怎么我来你家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发现？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快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一心盼着他来找你和好？走开！哎，你脸太干了，来补补水。啊，水！喷我嘴里了。
哥，我想见你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我们经常会在不经意的时候，把那个能一起变老的人弄丢了。而当我们蓦然回首，发现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，才会后悔。人生有一个最残酷的事儿，就是谁都不能重来。有些事儿就是一次都不能错，有的人就是一次都不能放开。轩丽啊，你这裙子我穿有点大。啊，你看看柜子里面还有一条那个白色连衣裙。哦，这个，这不你大学舞会穿的吗？我试试。洋洋，我一会儿要去一趟博曼。什么？我之前得罪骆宗良，我要去给他们道歉。凭什么呀？就事论事，他们的策划案不行，你怼回去是你的职责。他们现在有好的策划案是他们的本事，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之前策划案不行，又不是你害的。是我考虑不周，自己能力不够，就把舒晨他们牵扯进来，他们又是这种关系。我如果不去道这个歉，就会牵连舒晨。怎么又扯上舒晨了呢？我们公司的老板和负责公关的关总已经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必须让我拉进博曼这个盟友。这博曼之前在业内的口碑本来就不好，现在菲林又要抢他们的案例在手，这一刀博曼要是捅下去，我们公司无论如何都会站在博曼那边。就我之前不是把魏红给得罪惨了吗？他们非要让我去道歉，还必须道到博曼满意为止。什么？这什么道理啊？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啊？我一定要去道这个歉，道了歉就不用连累舒晨了。那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惹的乱子，我自己解决就行。可是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好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受啊。洋洋，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去道歉，而是我去道歉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看你们都那么出色，不管是体育主编还是创意总监，都做得有声有色的。你再看看我们永远都在互相袒护，结果我却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真的挺沮丧的。而且我特别讨厌他们拿樊书成来威胁我，更讨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在你们背后被你们保护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娟丽，你等着，等我以后更有本事了，我来保护你。我不会再让那些人欺负你了。好，不过这次我要自己去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该我受的，我一定要自己受。等我有本事了，让你一个一个全部都欺负回去。这是哪位合作方啊？竟然让我们魏特助晾在外边。骆总的妹妹。哎呦，公主驾到啊！那魏特助你可要好好表现了。什么公主？哦。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哎呦哥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跟樊书晨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是不可调和的原则性问题吗？如果是，那为什么现在你还愿意让我留在菲林？那如果不是，咱们能不能坐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呀？你觉得我让你做的事儿会害你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不就结了？我让你做你就去做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我让你做的事情都是为你好。你心思单纯又藏不住事儿。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了，难免会有人从你这套出话来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一片苦心就白费了。哥，那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让我去菲林是为了帮你吗？你觉得我需要你帮才能赢樊书晨吗？哎呦哥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，那你先忙吧，走了。喂，李总啊，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哎呀，稀客呀，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。
对不起，魏主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再跟我计较了。谁会忍心跟你这样的大美人计较呢？不过上次你说的那些话也确实太伤人了。我也不知道我们骆总这一次怎么这么大的气性，非得替我出这个头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魏主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只要您能不跟我计较，您能高抬贵手，你要我怎么道歉都行。对不起。要不你当众给我跪下来表达一下你的诚意，或者你想去我的办公室，单独的跟我。把你的手放开。林小姐，你怎么？如果我哥知道有人在他的公司门口公然侮辱合作方，还对女合作方提出这种卑鄙的私下交易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误会啊，林小姐。哦，那就是我看错了，你们其实是在谈公事，你没有故意的要侮辱他，或者是想要占他的便宜吧？没有啊，当然没有。他刚才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刚才在求魏特助原谅我。那你想要原谅这位合作方女士吗？啊，原谅，当然原谅了。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啊，林小姐，真的没什么事情的。你看，要不咱们别在这里，万一骆总他出来看到会…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只有这件事，真的只有这件事了。林小姐，你也知道骆总他挺忙的，要不咱们就散了吧。哦，还有，我希望魏特助能原谅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再跟我计较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希望你们博曼不要再跟菲林因为会所的事情起冲突了。不会。你知道我也是菲林的员工吧？啊，这个案子本来是我出的，结果被你抢走了。我哥他知道吗？林小姐，石总把这个案子交给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出策划案，就被你啪啪啪打脸抢走了。林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这件事纯属误会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就让他过去吧。行，那咱们就一笔勾销吧。啊，勾销。那你还有什么要原谅魏特助的吗？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，不关魏特助的事，我会反省。但是魏特助，我也希望你能吸取教训，以后不管是策划案，还是让人道歉这件事上，吸取，应该吸取，我马上就回去吸取教训。慢走。谢谢。来，谢谢啊。今天谢谢你了啊。这有什么的？我也是借着我哥的名气狐假虎威。今天我也逆袭了一把。幸亏有你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不敢想后果。我就是做了每个女生遇到都会做的事儿。你最后那下才了不起呢，不卑不亢，铿锵有力。哪儿呀？其实我也只是就事论事儿。你要换做平时，该我认的我一定认，就算有你给我撑腰，那像他们那种人那种做法，我也一定不会像他们一样的。有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跟你重新认识一下。这之前每次我们见面总是那么戏剧化，都没有办法好好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季炫丽，是樊书成和史维聪的发小。你好，我是林子瑜，是樊书成和史维聪的下属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季炫丽的朋友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早啊，月英姐，要不要喝豆浆？谢谢。客气。
这是你们家宝贝儿啊？太可爱了。哎，月英姐，现在幼儿园是不是都特别洋气？我看他们什么节日都过，还要开园游会。你这么忙，有时间参加吗？等你当了妈就有时间了。再说了，折腾一点怕什么？就这种幼儿园，那也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的，每天啊都有半天是外教，这种语言环境上哪儿找啊？哎，他们老师还给我看了 waiting list， 有100多号人呢，我已经算很幸运了。我天哪，一年10多万，还要排100多号。你说的我都不敢要小孩了。一定得要，孩子真的太可爱了，为了他们，什么事儿都愿意做。哎呦，真是。不过姐你也挺不容易的，那会儿你们家宝贝生那么重的病，你还加班，都没时间陪他。哎，幸亏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切都好了。说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樊总，月英姐家宝贝儿特别可爱。啊，没什么，谁不都觉得自己家宝贝可爱吗？从今天起，请称呼我为成年版的柯南。我已经确定了，谭月英就是那间。谁？怎么可能？良品铺子的展台设计稿是魏然设计的，谭月英跟魏然早就认识，但他们俩中间断过联系。就在良品铺子的发布会提案前不久，谭月英主动找到魏然，向他诉说自己婚姻不幸，让魏然重燃了爱火。结果咱们的设计稿泄露之后，谭月英的态度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，连见都不愿意见魏然。魏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我想明白了，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利用。谭月英利用魏然对他的感情，偷了设计稿。魏然说的话都在里边了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。你来菲林有4、5年了吧？月英啊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下属。我们并肩作战这么多年，打赢过多少胜仗，做出过多少至今还在菲林被热议的经典案例。这么多年的奋斗，难道都比不上伯曼给你的一颗甜枣吗？舒晨，你不用拿这种话压我。对菲林，我没脸说问心无愧，但对你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利用魏然出卖公司，让史维聪替你背黑锅，我还傻不拉几连电脑的密码都没有瞒着你，这就是你对我的问心无愧。我为你卖命，我每做一个案例，都用尽了我所有的心血。只要有1%的希望，我愿意为你搏出90%的未来。我能做到我做的最好了。可是舒晨，我又得到什么了呢？你的几句赞美，还是你的几顿饭局？你知道伯曼给我的是什么吗？也是，像你这种天之骄子，肯定不会懂我们的苦。我要活着，我要为了我的儿子活着。我要站在他面前问心无愧。你的才华，副总一直都是很欣赏的。国际小学那边都安排好了。
我知道，王曼这样帮我，要的代价，肯定是我承受不了。你是承受不起，但是菲林可以啊。很简单，只要给我们一个数字就好。怎么，不欢迎我？不是，你坐，我给倒点水喝。不用。我今天就是想找人聊聊天，就想起你了。有酒吗？有，我给你拿。我们都在这凡尘俗世中努力活着，你只不过是比我幸运一些罢了。你不用面对这些问题，而我要。我知道，我做的这件事以后无法再在公关界立足了，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愿意承受一切后果。我不用面对这些，并不是我比你幸运，而是我有底线。月英啊，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每一天要面对多少的诱惑。谁不爱钱？谁不爱豪车？谁不爱豪宅？可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。你应该记得当初骆宗良为什么会离开吧？当初他的才华和能力，在当时来说，真的可以算是技惊四座，所有人对他都只有佩服。可结果呢？他一步错步步错，从一个顶级公关变成了因为个人利益出卖公司被赶出公关界的人。他不可惜吗？他没有情有可原的地方吗？可是有的事就是一次都不能做，一次都不能错呀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跟他比有什么区别？你不也因为个人利益出卖公司了吗？好，就算我对不起你，那你告诉我，菲林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跟你一起打拼了这么久的同事，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因为你一个人的利益，让所有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。我是比不上骆总，你也可以继续大义灭亲。谁能比你更公正啊？你永远都是大英雄。可是舒晨，我只想让我的孩子陪在我身边。我作为母亲，不想缺席他的成长，我有什么错？樊总，您是吃着麦片长大的，您接受过最好的教育。所以你年纪比我小，职位比我高，你现在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也想让我的孩子能接受好教育，
想让我的孩子吃上麦片，不要输到起跑线上。你告诉我，我有什么错？不是我想当英雄，这是人的选择。你以为你对你儿子就问心无愧吗？啊，你想他受到好的教育，那你告诉我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最好的教育人是谁？是妈妈。你的言行身教，你的行为举止，才是你儿子最好的榜样。你不想学习他的成长，你以为你现在做的这些，就能让他不输在起跑线上吗？你是让他在起跑线上就抬不起头。你儿子需要的根本就不是麦片，也不是肮脏交易背后才有的机会，他是没得选。如果他能选，他一定会选吃着母亲干净的手做出的饭菜。就算穷，他的腰杆也能挺得比谁都直。就走了，一点苗头都没看出来。肯定是跳到别的公司了。这个不能走，不是在查内奸吗？这不就是……哎呀，不可能！月英姐是咱们公司老员工了。月英姐，月英姐，不会吧？樊总没替她说点什么？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石总，月英姐是月英姐那个内奸。哼，我早知道了啊！这个内奸是飞联最英武、最有智慧的你的领导，我亲手捉到的。冷血？什么？郑钦，你又皮痒了啊？你怎么能一点不顾咱们的革命情谊呢？怎么顾？他可是直接出卖公司的资料。跟你这样的领导一起工作，我真的太害怕了。我要换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回来把话说清楚。挣钱。月英姐，你干嘛呀？子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决定回飞林了。回来？你？子瑜，送送我吧。月英姐，子瑜，你一定要引以为戒，千万别学我。我真不是什么好的榜样。不是的，月英姐，我是想来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月英姐。不要了，丢了吧。这里面真的没有一点你留恋的东西吗？月英姐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傻瓜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做什么事儿都全情投入吗？这里面有不少东西，你如果喜欢就留下吧。我在飞林所有的岁月都在里面了。子瑜，你一定要保重，千万别学我。走了。
没有把他的离职原因公布于众，给足你面子了。谢了，于总。为母则刚，出内奸这事儿，我也要负很大责任。如果当初我能想得再周全一点，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，也不会让伯曼找机会下手了。哎呀，这伯曼为了吃掉我们，真舍得下血本啊！不过好在，这事儿终于结束了。别这么大压力，你算对得起谭月英了，仁至义尽。可是出了这个事儿，他再也做不了公关了吧？那倒是。可是同样是被轰走的，骆宗良就能再回来，还眼见着把我们打得节节败退，漂亮。于总，我再也不会让骆宗良从我们的手上抢走任何一个项目，我不会再犯错了。保证就不需要了，做到给我看吧。林子瑜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其实我还挺想他继续留在菲林的，他资质不错，而且我又确实冤枉了人家。只不过他是骆宗良妹妹的身份吧。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人挺漂亮的呀。人品、性格人品、性格呀，那人挺好的，挺正直、有原则的。你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没有。好，我就为我的项目总监网开一面，让他回来吧。那别，您还是公事公办吧。不，我对他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满意的。纯秀那个案子，无论是在口碑上，还是事件发酵后对我们带来的效应，都算是今年的优秀案例了。可是骆宗良的妹妹，如果你能确保她的人品，让人事那边把竞业协议多加2条，签得严密些，其他的我没意见。真的呀？怎么，只让伯曼挖我的人，我不能挖他的人啊？争口气，把这姑娘追到手，如果从她嘴里还能挖出点伯曼的信息，那就完美了。于总，你说什么呢？林子瑜，石总，之前误会你了。月英姐真的是那个内奸啊？是啊。你呢？现在证实无辜了，有什么打算？你们都在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你说我过来干嘛？找虐吗？这不是？方世晨，你是狗眼睛啊，这么小的伤口都能看见？上你身上试试。哎呦，想英雄救美啊！我今天就在林子瑜面前拆穿你的假面具。哦，樊总，你之前不是说内奸的事情告一段落就给我一个答复吗？那我可以留在菲林吗？